我用粵語怎麼說？我好用粵語怎麼說？好累用粵語怎麼說？累。我好累用粵語怎麼說？唉，我好攰啊！攰字講咗幾廿年啦，但係你又識寫未呢？嗱，其實就係知字加個力字。雖然呢個字未必係本字，但係寫咗咁多年，有佢啦嚇，約定俗成啊嘛。拼音輸入法 GUI 就可以打得出。粵語讀攰，嗱攰即係精疲力盡、冇力咁就為之攰啦。唔單止粵語係咁講，客家話都係咁講嘅。好累就叫做好攰。不過亦都有學者認為係病字旁呢一個攰。嗱，我查過字典，呢一個攰字嘅本意係指病重也。咁一個人攰又唔等於有病嘅，係咪？嗱，所以我寧願寫知力呢一個攰啦，因為體力不支，所以冇力嘅咪就係攰咯。譬如話疲倦不堪就叫做攰賴賴。嗱，有時候都可以加翻啲炒蝦拆蟹嘅字眼落去嘅，起到一個加強語氣嘅作用，唔一定係粗口嚟噶嘛。嗱，譬如話攰到 H 咁，攰到撲家咁，嗱呢一個就係攰字嘅釋義啦。全用粵語怎麼說？全嘅咧，不用粵語怎麼說？部嘅咧，全部用粵語怎麼說？冚唪唥嘅咧，冚唪唥嘅啦。有邊個鄉下話同我哋鄉下一樣，同樣會將全部叫做冚唪唥或者冚唪嘅咧？有嘅話留言留低坐標，話俾我知你鄉下係邊度啦。嗱，冚唪唥喺坊間有好多種寫法嘅，咁香港人寫成呢一個冚唪唥，亦都有人寫成呢一個冚不冷，亦都有人寫成呢一個冚不浪或者係冚唪唥。咁但係冚唪唥點解會表示全部嘅意思？正寫又係邊個呢？嗱，冚唪唥呢幾個字最符合就係咁寫噶啦，唔好響住吓。嗱，其實唔單止粵語，吳語都係咁講嘅，江蘇、浙江一帶都係將全部叫做冚唪唥，只不過發音有少少差別嘅啫。不過可以肯定嘅就係冚唪唥嘅冚字其實就係個合字，嗱，亦都可以寫門字邊呢個合，咁兩個合字係相通嘅。嗱，合即係表示全部總共嘅意思。嗱，譬如話合雞，即係話總計啊嘛。咁冚家即係話全家嘅意思。合府統請即係話請晒冚家啦。咁整個有啲人叫成個，亦都有啲人叫冚個嘅。而山字旁呢一個冚咧，其實只不過係新造字嚟嘅啫。咁棒冷同棒冷呢兩個字又點寫咧？嗱，香港學者就做咗棒冷呢兩個字出嚟。嗱，其實傳統嘅字書係冇嘅。不過有學者認為係嚟自英語嘅 hambalang，咁亦都有人認為係嚟自蒙古語或者係漢語其他地方嘅方言，又或者係少數民族話。嗱，其實都有可能嘅，因為粵語詞彙好多時候有呢一種情況，咁吸納其他地方嘅語言，再變一變調，就成為咗一個粵語詞彙啦。嗱，譬如話嗰啲尖不甩啊，就叫做尖不嚕，又或者係叻，基本上都係冇得寫嘅。所以我都認為冚唪唥得個冚字係有得寫嘅啫，棒冷係冇得寫嘅，冚家棒冷只不過係一個疊義詞。咁你認為呢？想用粵語怎麼說？想嘅啦，辦用粵語怎麼說？辦嘅啦，法用粵語怎麼說？辦。想辦法用粵語怎麼說？我呢講諗計仔嘅啫喎，諗咗咁多年啦，你又知道個諗字點寫未呢？可能諗嚟諗去都係得個吉喎。但其實本字就係個念字，不過依家通常寫成言字邊加個念字，咁其實都冇話唔得嘅，因為約定俗成啊嘛。知道本字你點寫都得啦，係嘛？嗱，呢個諗字用拼音輸入法 SHEN 就可以打得出啦。粵語讀諗，廣州音讀成諗，咁其實都啱嘅，只不過係呢嘅區別嘅啫，同一個字嚟嘅。嗱，粵語嘅諗即係話思索想咁解。嗱，平時好慣用到個諗字嘅，譬如話。阿婆想不通用粵語點表達啊？想即諗通諗明。咁大小雙品用粵語又點表達呢？諗速度嘅咧，好似你講。咁想清楚又點表達啊？你諗清楚就好喎。咁想通決定好又諗咩呢？諗掂嘅咧。咁想不通又諗咩啊？諗掂嘅咧。咁想法主意又諗咩呢？諗透嘅咧，有諗透啊。咁自私想過啦，又叫做諗咩呢？喂，諗落講得噶喎。咁胡思亂想又叫做諗咩呢？亂諗嘢咧，好似我講啊。那你們廣東人說的抵得諗又是什麼意思呢？
嗱，要注意啦，抵得諗就唔係用思考問題嗰個諗咯喎，咁你試代入去啦，抵得諗、抵得想，點解得通至得㗎？嗱，首先我哋要知道抵得諗嘅意思，即係話佢善於包容、唔計較嘅、唔怕蝕底嘅人就叫做抵得諗啊嘛。譬如話阿強呢個人啦，唔計較嘅，好抵得諗㗎。所以呢度抵得諗嘅諗，即係好包容嘅意思。咁如果用思考嗰個諗係解唔通噶嘛？多得老師嘅提醒，原來抵得諗嘅諗字好大可能其實就係個陷字。陷讀成諗，只不過係音變嚟嘅啫。咁陷係指陷入嘅意思，係包容所有就為之陷啊嘛。譬如平時我哋講嘅隻腳陷咗落去啊，凹陷、下陷。陷都係指包容、容納所有嘢啊嘛，而抵得諗都係容納所有嘢喎，咁所以我都認同抵得諗嘅正寫好大可能就係抵得陷，你認同嗎？如果唔認同嘅老友記，歡迎底下留言講低你嘅見解啦。所以粵語其實都係漢語嚟嘅，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講，多啲去寫，多啲教你嘅下一代去講，唔好丟失老祖宗遺留落嚟俾我哋嘅嘢啊嘛。學粵語從 BB 揸起，認同嗎？認同嘅話點分個讚啦。好啦，咁今期嘅問題係好運用你嘅家鄉話，用地道嘅粵語又可以點講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真係老公撥線咯，點解啊？太靚噶啦，我話你正一老婆擔遮啊！咁我哋知啊，陰公咯，阿婆開得飯啊！有呢種你真係風太教主種咯，咩意思啊？一早整定嘅啦，咁扁擔挑油，下一句又係乜嘢呢？兩頭掛住嘅啦。喺廣府地區有好多地道嘅歇後語嘅喎，我覺得如果要學粵語嘅話，一定要先學呢啲盞鬼嘅歇後語，譬如話廣東涼茶包好嘅啦，咁豬肉浸醋呢？肉酸啊！肉酸有三個意思，第一個係指肉麻，只係北方人講肉麻，我哋講肉酸；而第二個釋義係指好難看，譬如話哇呢個人生得好肉酸啊。咁第三個係痕癢嘅意思，譬如話冇啦，肉酸啊！阿婆臨時話要考大家一個謎語，冬天見面，夏天又相逢，係乜嘢嚟嘅呢？阿婆今日唔去行街啦？唔去咯，夜香姑娘咩意思啊？的士入的士出，夜香姑娘係倒夜香噶嘛，咁佢將啲夜香的嚟又的去，的入又的出，咁其實的士嚟的士去，其實就係形容好多車咁解。你睇下呢個人對自己人都咁衰嘅，係啊，即係300萬上挑話咯。咩意思啊？刻薄噶啦，係都有乜喎？芋頭點糖咯，即係心淡咯。芋頭點砂糖只係表面有味道嘅啫嘛，咁裏面係冇味噶嘛，所以咪心淡咯。咁如果形容一個細佬哥唔聽教唔聽話嘅話，阿媽就會話佢正一出爐鐵。聽打噶啦，呢個聽字即係等咁解，咁剛出爐嘅鐵係要打噶嘛，聽打即係等着挨打嘅意思。阿婆你睇佢啊，又賣隔夜菜啦，係啊，沿路開攤啊，點解啊？鬼買咯，你睇佢啊，飛機運茶壺喎，真係高水平咯。咁平同平又係同音喎，茶壺就好似一個瓶咁，高水平即係高水平。咁如果形容危險就可以話切菜刀剃頭。牙煙啊！粵語嘅牙煙即係危險咁解。你睇佢啊，唔得戚得幾耐嘅咋？水殼仔嘅啦，咩意思啊？冇得幾多日啊？水殼如果喺水上面係唔會漂浮得幾多日噶嘛，咁唔蒲得幾多日，即係話唔威得幾多日咁解。咁平時我哋講經常出嚟蒲，即係經常出嚟威啦。阿婆，咁老豆打仔，下一句係咩咧？向真健體啦，咁仔打老豆，下一句又係乜嘢咧？咁如果阿媽打仔，下一句又係咩咧？咁嘅天經地義咯。咁如果形容一個人有本事，但係英雄無用武之地，就可以話茶倒餃子。有料到咁出啊啦！喂，你得未啊？得啦，細佬哥剃頭啊！呢個我知啊，就快咯。咁如果形容冇把握，又可以點講咧？咁就話斷邊錯透咯。咩意思啊？冇爭下咯。哦，呢一個細佬哥細個就咁壞嘅，真係黃綠醫生隆胸啊！點解啊？未大先壞咯。阿婆，我走啦。你真係福包咁滿意咯。咩意思啊？錯字跌更啦。隨時掟更即係話隨時走人咁解。
哇，婆你90幾歲都仲識穿針咁叻嘅，教下我咧。得啊，你俾紅蚊啊？啊，你真係細佬哥學游水啊，咩意思啊？一味講錢啊！嗱，事關細佬哥學游水都係喺淺水區噶嘛，咁一味講錢，即係諧音，一味講錢。所以阿婆我話你真係公用電話啊！乜點解啊？有錢係有得傾，冇錢冇得傾。嗱，話說舊陣時唔係個個都有手提電話噶嘛，咁通常係以路邊嘅公用電話為主，咁一般都係插卡或者係投幣嘅喎，所以有錢就有得傾，冇錢就自然冇得傾，冇得講電話噶啦。咁後嚟呢一句歇後語亦都可以用嚟形容一啲好現實嘅人，有錢就有得商量，冇錢免談。穿針俾着我眯埋眼都穿得入啦，你真係掉線啊，下邊傾偈咯。咩意思啊？講風涼話啦。咁如果形容一啲有啲錢就喺度巴巴閉閉嘅人，又可以點講佢呢？咁就話佢光牙荷包噶啦。咩意思啊？有兩個錢就當當響噶啦。咁如果形容一啲只係靠運氣嘅，咁啱得咁巧，靠好彩嘅，又點講呢？咁就話佢盲貓捉老鼠噶啦。咩意思啊？靠撞噶啦。我又問你啦，石拉米下一句係咩呢？唔知喎。俾雞啄啊！點解啊？石拉米係好難可以攞得到嘅，要隻雞個嘴又長又尖先至可以啄得到。米係糧食，咁亦都係錢嚟嘅。咁而雞喺廣府話裏面係暗喻品行不端嘅女性，又或者係嗰啲姐仔。咁石拉米俾雞啄就一語相關咯，係形容有啲男人係專門中意向嗰啲品行不端嘅女人使錢，或者專門向嗰啲姐仔花錢使錢喺佢哋身上，向佢哋討好嘅男人。咁你身邊有冇呢一種朋友呢？咁屎坑竹枝下一句又係乜嘢呢？又臭又壓榨。嗱，廣府人講嘅壓榨，即係話好佔地方，好妨礙地方，佔空間咁解。嗱，其實壓榨嘅正寫就係壓叉。你試諗下，一支壓叉喺度叉出嚟係多餘噶嘛？咁壓榨榨，即係話壓叉叉，係好阻礙地方噶嘛？所以咪壓榨壓叉咯。阿婆你真係油炸石春啊！咩意思啊？即係話你唔化咯。嗱，廣府人講嘅唔化，其實就係食古不化，係形容啲唔肯接受新鮮事物嘅人。呢啲人真係石灰船火燭啊！咩意思啊？冇得救咯。咁石灰船火燭，越燒越旺，咪就係冇得救，無可救藥咯。咁如果形容一啲誇誇其談、齋講又唔做嘅人，就可以話佢冇病是巴拿，得棚牙啦。嗱，得棚牙同得把口嘅意思係一樣嘅吓。阿婆，你喺度年30晚睇日曆啊？係啊，過時咯。有時啲嘢好似用氣燈泡咁個。點解呢？又着又咁着。嗱，舊陣時順德永琪嘅小家電係好興旺嘅，但係質量就麻麻啦，有時好又有時壞。咁賣嘅燈泡有時着，有時又唔着嘅喎。咁所以呢一句說話就延伸到看待一件事情，有好嘅一面，亦都有唔好嘅一面，凡事兩面睇。咁九曲橋散步下一句係咩呢？行彎路噶啦。咁裁縫佬度身呢？有分寸噶啦。咁半桶水下一句又係咩啊？有料有人叻噶啦。咁眉毛掛豬膽下一句又係咩呢？好在眼前咯。即係話面臨苦楚嘅生活咁解。咁12個人分一份煙下一句又係咩呢？冇人透噶啦。咁水浸江雅鋪下一句又係咩呢？盆滿缽滿噶啦。呢句說話又點解呢？盆滿缽滿唔單止粵語有，普通話都有嘅，係形容賺得好多錢，盤同埋缽都裝滿晒錢。咁其實呢一句話原本係形容要用權勢先可以得到呢啲錢，呢啲錢係來之不易嘅。不過依家有時候祝福人哋都可以話，哎呀，祝你盆滿缽滿，即係形容收入越嚟越豐厚咁解。咁過後媒人秋後算，下一句又係咩呢？等使噶啦。唔等使其實真係話唔中用噶啦，冇用噶啦。咁冬天食雪條下一句又係咩呢？難開口噶啦，即係話有口難開咁解。咁銅板切豆腐下一句又係咩啊？兩面光噶啦。咁歪嘴吹喇叭下一句又係咩呢？果斜氣嘅啦。嗱，呢個斜其實就係歪斜啊嘛。咁黃牛落水下一句又係咩呢？各顧各噶啦，自己顧自己啊。咁如果想表達天注定嘅，就可以話酒樓例湯整頓嘅啫。咁如果想表達份量越嚟越少，就可以話生晒蠔豉，越晒越足啊。
嗱，縮即係縮水咁解，咁縮水可以形容各種各樣嘅事物縮減咗。咁唔知大家喺生活上仲有冇講呢啲咁地道盞鬼嘅歇後語呢？你又聽唔聽得明呢？你家鄉如果有地道盞鬼嘅歇後語，歡迎底下留個言啦。咁到最後，阿婆話要考下你啦。只慳關刀，下一句係涼。知嘅話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吃豆腐用粵語點表達呢？兩點食係有作有噶啦。喂，想搏懵啊？呢啲分明叫抽水，搵笨柒啦！說得好聽一點就是調戲，文雅一點就是輕薄，再難聽一點就是性騷擾咯，就像這樣。哎呀，哇！你光天化日咁樣食人都得啊你啊！說話可以亂講，但係豆腐就唔可以亂食啦。事關北方人講嘅吃豆腐，係特指男人調戲女子、佔女人便宜，就叫做吃豆腐。但係問題嚟啦，點解男人調戲女子、佔佢便宜、揩佢油、抽佢水，又會叫做吃豆腐，唔叫做吃豆乾或者吃豆餅嘅？嗱，有啲人抽乾水都唔知點解嘅。其實呢一個講起身又有段故。嗱，話說喺漢朝嘅時候，有一對夫婦專門賣豆腐，個老闆娘生得鬼火冇咁靚，啲皮膚好似豆腐，又白又滑。老闆娘個樣真係生得好似西施咁靚，所以街坊街里都幫老闆娘改咗個花名，叫做豆腐西施。咁老闆娘做生招牌，自然吸引到唔少人客噶啦。嗱，尤其係男顧客就最多啦。咁有時老闆娘為咗生意好，為咗生意硬啊嘛，仲會暗送秋波，拋下生牛啊，放下電咁樣。咁有啲麻甩佬見老闆娘都咁熱情啦，所以就好經常去幫襯。有時候俾錢嘅時候，仲會趁機摸下老闆娘嘅手仔。所以一去買豆腐嘅時候，就會俾人話啦：啊，你個衰佬啊，又去邊啊？又去食豆腐啊！你真係嗱，講下男人佔女人便宜呢一種行為就叫做吃豆腐啦。嗱，另外豆腐亦都用嚟比喻女人白雪雪又滑捋捋嘅皮膚，咁嗒咗佢即係吃豆腐啦。唔知平時你又食開邊個嘅豆腐呢？有冇試過食人豆腐嘅呢？底下留言分享下咯。講到吃豆腐，又令我諗起有個好貼切嘅詞彙，唔單止廣東廣西有，就連北方人都有咁講。普通話讀揩油，粵語讀揩油。揩咗幾個年油，你又識寫呢兩個字未呢？嗱，揩油嘅意思即係比如佔人便宜、攞公家着數嘅，就叫做揩油啦，亦都可以叫做揩油水。咁其實古時候都有揩油呢個講法嘅，係用嚟特指風月場所嘅男子對女子輕佻嘅嗰種行為。咁當然啦，依家用嚟泛指佔女仔便宜嘅都叫做揩油。咁講咗幾十年啦，你又知唔知道揩油係點嚟嘅呢？嗱，話說徽州有個財主，佢好富有，但係好孤寒嘅，每日淨係食一啲冇油水嘅青菜同埋豆腐。咁為咗撐面子，每次食完之後咧，就會抹一啲豬油喺個嘴角上面，油光滿面咁行出街就話俾人哋聽：我屋企今日係食豬油燉豬肉啊！嗱，呢一個就係揩油嘅祖師爺啦。咁油係黐粒粒嘅嘢嚟噶嘛，咁如果同人哋一碰埋去，肯定會俾人哋揩減啲噶嘛。咁所以咪就係揩油咯。嗱，從呢一個典故，我哋就可以睇得出，揩油係秘密行動嘅，但係同時又光明正大、無關緊要咁樣竊取。譬如你見到有啲鹹豬手啊，好秘密咁行動，但係同時又光明正大嘅喎。呢一種輕佻嘅行為就叫做揩油啦。咁講下就物質化咗咯，形容平時攞人着數、佔人便宜、從中獲取利益、獲取利潤嘅，都可以叫做揩油或者揩油水。呢一個就係揩油嘅由來啦。咁唔知你有冇揩過油呢？評論區話我知咯。不過其實吃豆腐又唔單止係揩下油、抽下水咁嘅，仲有另外一層意思。呢一個係同舊陣時嘅習俗有關，唔單止廣東廣西有，江浙一帶都有。話說江浙一帶以前農村嘅時候，有人瓜咗老襯，就會辦一場人生大事嘅。咁搞掂完之後呢，為咗答謝親友，就會請佢哋飲呀。咁呢一餐佢哋就會叫做吃豆腐飯，咁有啲地方就會將佢叫做解穢酒，亦都有啲地方譬如肇慶一帶就會將佢叫做飲花紅酒。咁嗰餐飯咧就肯定會有冬瓜同埋豆腐，一嚟豆腐比較平啦，二嚟豆腐係好應景，好符合嗰個大吉利是嘅場景吓。而仲有一個原因係因為民間有位孝子，佢知道自己父母年事已高，食唔到啲硬嘅食物，只可以食軟嘅嘢，所以經常就煮啲豆腐俾佢父母食，亦都係寓意長壽咁話。
咁後嚟佢父母過咗身之後，為咗答謝親友，佢都專門煮一啲豆腐出嚟招呼親戚朋友，亦都係寓意大家食咗之後健康長壽咁話。自此以後，民間就有咗喪宴食豆腐嘅習俗啦。哦，原來呢個係全國統一嘅喎。但係主人家請食飯都避免唔到有啲唔係路嘅人諗住唔使錢過嚟黐啊咁黐啊食七咁食噶嘛。所以漸漸形容嗰啲不勞而獲啊，想佔人便宜嘅行為就叫做吃豆腐吃豆腐啦，係含有鄙視嘅意思啊。北方人有吃豆腐，咁我哋廣東人都有唔少豆腐嘅喎。例如話油炸豆腐，你係點叫呢？油炸、豆腐卜、豆卜。咁豆腐間你又點叫呢？叫豆潤啦，豆腐潤啦。豆腐潤亦都可以用嚟形容好細小嘅嘢，譬如話豆腐潤咁細。但係說話可以亂講，豆腐就唔可以亂食啦。事關喺粵語裏面嘅豆腐唔一定係豆腐，譬如話形容一啲意外發生嘅嘢，三長兩短，又叫做咩豆腐呢？冬瓜豆腐啦。咁正話都講咗啦，舊陣時嘅喪宴一定會有冬瓜同埋豆腐呢兩味餸嘅。咁後嚟又用嚟泛指遭遇不測，三長兩短，唔理天災定係人禍，反正遭遇啲唔好嘅事就叫做冬瓜豆腐，可以咁造句嘅。喂，佢有咩用冬瓜豆腐？我賴你喎。咁偏人又叫做咩豆腐呢？講你要氹鬼呀豆腐嘅咧。呢一句說話又點嚟嘅呢？呃鬼食豆腐呢句說話，廣東廣西地區都有講嘅，但係你又知唔知點嚟嘅呢？話說舊陣時有一隻餓鬼好肚餓，咁佢行到個窮書生面前，想嗒咗個書生喎。呢一位書生咧，佢就出咗名，牙尖嘴利，好識氹人噶嘛。咁佢就同隻鬼講啦：你想食我啊都得嘅，但係我幾日冇沖涼啦，又酸又縮又臭又鞋石石喎。如果你肚餓嘅話，不如食我碗裏面嗰碗豆腐。豆腐就唔同啦，又白又滑，口感又好。點知呢隻餓鬼真係信佢講嘅嘢，嗒咗件豆腐就走啦。咁第二日呢一個書生就將呢件事話俾村民聽，添鹽加醋咁唱歌咁唱。咁村民就話啦：隻鬼咁都信你嘅，真係呃鬼食豆腐啦。咁自此以後呃鬼食豆腐呢一句話就專門用嚟形容嗰啲講大話當食生菜，或者係嗰啲唔可靠唔可信嘅事情啦。譬如可以咁造句嘅。阿婆，呢件嘢買咗幾錢啊？10蚊3件，好抵啊！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你唔好呃鬼食豆腐啦！亦都好多關於豆腐嘅歇後語嘅，例如話豆腐跌落爐灰，下一句係咩呢？春上嚟啦！咁一隻筷子食豆腐，下一句又係乜嘢呢？搞我晒啊！仲有早期講嘅豆腐佬擔梯，下一句又係乜嘢呢？升咗嚟咯！咁馬尾扎豆腐，下一句又係咩呢？唔襟睇啊啦！唔襟提有兩個意思，第一個係不堪回首，而第二個意思係指唔襟用嘅唔襟提。咁豆腐刀，下一句又係咩呢？兩面光噶啦！咁豆腐撈醋，下一句又係乜嘢啊？好做咁做。咁雷公劈豆腐，下一句係咩呢？揾軟個女蝦啦！呢個軟係指軟弱嘅軟，揾軟嘅泥蝦，即係話欺軟怕硬，揾軟弱嘅人嚟欺負。關於豆腐，咁今期暫時同大家吹住咁多。如果仲想吹咩嘅話，底下留言話我知啦。咁今期阿婆話要問下你，我買紅炆豆腐點煮呢？豆腐有咩煮法呢？留言分享下，評論推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粵港澳大灣區有邊啲地區？你答。仲使問我鬼？肯定有香港、澳門啦。咁粵即係廣東啦，咁包括廣東邊度啊？大致廣州嘅咧，仲有珠腳深圳嘅咧。我知啦，魚女珠海都有份啫。大洲佛山有份。咁溫泉惠州又咪有份？臘腸中山有份。工廠館東莞又咪有份？明星江門有份。乜唔係陳皮江咩？陳皮係新會嘅啫。咁果蒸慶、肇慶又咪有份？係啊。粵港澳大灣區呢個稱號真係唔係浪得虛名嘅。如果包括咗你嘅家鄉，不妨幫你嘅家鄉點分個讚啦。咁事關地理位置優越，三面環山，三江匯聚，擁有全國1/3嘅國土面積。
1/3嘅人口同埋1/3嘅經濟總量。截止到2020年12月，粵港澳大灣區嘅常住人口達到8617.19萬人 ，GDP 已經超過咗13萬億元人民幣。咁呢個數據有幾巴閉呢？超過咗俄羅斯，係世界國家排名中排名第11位，同韓國持平。9個地區超過咗一個國家，俾啲掌聲粵港澳大灣區先，亦都成為全國經濟最活躍、最發達嘅地區之一。難怪咁多人嚟到我哋廣東揾食啦，係咪啊？隔籬阿貴，我們以前廣西人就喜歡去廣東打工，因為近，工廠多，工資又高。現在不去咯，還不如回鄉下砍甘蔗好過。咁又係喎，近幾年外來人口真係越嚟越少啊。不過你咪理啦，反正粵港澳大灣區自明清以嚟都係咁發達，被譽為中國第一灣。咁粵港澳大灣區講嘅係咩話呢？大部分講嘅都係粵語，即係俗稱白話。咁當然亦都有少部分人講客家話。講開白話嘅人，只係口音上面有少少差別嘅啫。譬如話，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嘅國歌啊嘛，各界激架要各界激架嘅激歌。肇慶話有咪有？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嘅國歌啊！唔知用東莞話同埋中山話講呢一句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呢句說話又點嘅呢？屏幕前有中山人同埋東莞人嘅話，自己練習下咯。粵港澳大灣區一共有9個區域，咁先講下好香嘅香港，好耐冇吹過佢啦。之所以叫做香港，咁以前嘅香港真係香噶，因為佢係專運香料嘅集散港，所以得名香港。而另外一個講法係話，以前叫做香江，咁後嚟改為香港。根據最新統計，咁2022年香港嘅 GDP 為24,280億元人仔，被評為世界一線城市嘅第3位，係粵港澳大灣區數一數二嘅靚仔。咁眾所周知，香港寸土尺金啊嘛，土地有限，所以喺香港呢一個唔係咁大嘅地方，最叻嘅唔係搞製造業，係搞金融、搞貿易，可以話第3產業非常發達嘅自由港。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啦，香港最出名嘅港口叫做乜嘢港呢？係旅遊景點嚟嘅，知嘅話答咯。咁講完香港，講澳門噶咯。澳門之所以叫做澳門，話說澳門以前係一個小漁村嚟嘅，因為拍口叫做澳，所以得名澳門。根據最新統計，咁澳門2022年嘅 GDP 為2394億澳元。咁澳門最出名係乜嘢呢？冇錯啦，係博彩啊。咁澳門出咗名，賭場多，酒店多，係世界4大賭城之一，國際貿易嘅自由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呢個豆腐潤咁細嘅地方，人均 GDP 係全球嘅第3位啊！所以有句說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講嘅就係佢啦。咁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咯，澳門最搭水嘅又係邊位呢？粵港澳大灣區嘅粵指嘅就係廣東啦。咁廣東最靚嘅仔又係邊位呢？我認為有中國南大門之稱嘅廣州。之所以叫做廣州，咁事關喺公元26年。東吳孫權將膠州拆分為膠州同埋廣州2個部分，自此以後就有咗廣州呢個地名啦。咁根據最新統計，廣州2022年嘅 GDP 為2.88萬億元，的而且確係廣東數一數二嘅靚仔，係華南地區最大嘅城市同埋經濟文化中心，係世界一線城市。咁廣州同北京、上海並稱為北上廣，咁可想而知經濟實力有幾咁雄厚，喺老百姓嘅心目中係幾咁有地位呢？在座咁多位，你可能未去過北京，可能未去過上海，但係你一定去過廣州。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咯，北京叫帝都，上海叫魔都，咁廣州又叫乜都呢？留言話我知咯。咁再講下大隻廣嘅兄弟豬腳參，之所以網友將佢叫做豬腳參，事關當地有好多豬腳飯，所以得名豬腳參。豬腳參唔係深圳係改革開放以嚟最大嘅成果，咁之所以叫做深圳，因為客家話嘅鎮，客家話讀尖津嘅鎮係指田間嘅水溝，咁再加上深圳啲村水澤密布，有條好深嘅水溝，即係深圳河，所以得名深圳。根據2022年嘅統計，咁深圳嘅 GDP 為3.24萬億元，唔單止係廣東之首，仲要係粵港澳大灣區最靚嘅仔。咁深圳係以乜嘢為主業呢？金融啦、房地產啦、外貿，仲有互聯網為主要嘅城市。
嗱，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啦，深圳有條街被稱為中國電子第一街，你部手機可能都係佢出嘅，叫做乜嘢名呢？再講下廣州嘅另外一個兄弟大頭佛佛山，咁之所以叫做佛山，因為塔坡江有3尊佛像，俾民間認為係佛家之山，所以得名佛山。咁根據最新統計，佛山嘅 GDP 為12,698.39億元，最出名嘅係乜嘢呢？梗係陶瓷、武術仲有粵劇啦。咁佛山係歷史上4大名鎮之一，同江門共同構建江佛一家，同中山共同構建咗中佛同城。嗱，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啦，佛山有座分手山，叫做乜嘢山呢？聽講去過之後會分手嘅喎，唔知係咪呢？咁佛山再過啲就係元女珠珠海。嗱，之所以叫做珠海，因為產珠之海，所以得名珠海。嗱，根據最新統計，咁珠海嘅 GDP 為4045.45億元。嗱，雖然 GDP 唔係咁出色，但係都幾富裕嘅城市，係中國最早設立經濟特區嘅地方，係內地唯一一個同澳門、香港相連嘅城市。咁珠海嘅農業同埋工業發展得相當唔錯嘅。嗱，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啦，元女珠嘅元女喺珠海邊嘅地區呢？留言話我知。咁珠海再過一啲就係中山啦。嗱，中山以前係叫香山嘅，咁之所以叫做香山，因為五桂山上面好多奇異嘅花卉，非常香，所以得名香山。咁後嚟又因為紀念孫中山，所以得名中山。咁係中國唯一一個以偉人嘅名命名嘅城市。嗱，根據2022年嘅統計，咁中山嘅 GDP 為3631.200億元。咁中山主要以製造業為主嘅。嗱，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啦，中山最高嘅山又係叫咩山呢？客家之首惠州。嗱，惠州係一個好適合養老、好適合遊山玩水嘅城市。咁根據統計，惠州嘅 GDP 為5401.24億元。嗱，惠州係以製造業為主嘅，特別係電子信息產業。咁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啦，惠州最出名嘅海叫做乜嘢海呢？留言話我知。咁江門同中山邊個更具發展潛力呢？嗱，江門出咗名明星多，咁根據最新統計，江門嘅 GDP 為3773.41億元。嗱，其實江門除咗明星多之外，華僑都好多嘅，530萬海內外華僑華人同埋港澳僑胞，分布喺145個國家同埋地區，有中國僑都之稱，講嘅就係佢啦。嗱，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咯。江門有個好靚嘅島，叫做乜嘢島呢？嗱，再講下果蒸慶肇慶，好耐都冇吹我哋嘅肇慶啦。肇慶根據2022年嘅統計 ，GDP 為2705.05億元。咁其實肇慶喺2023年已經被評為3線城市，好多人仲以為佢係4、5線城市啊。我話肇慶係廣府文化嘅發祥地。冇意見啦，係嘛？嗱，其實肇慶唔單止係果蒸出名嘅，仲有金屬加工業係第一產業。咁第二產業就係新能源汽車同埋零部件產業，而第三產業就係電子信息啊等等。嗱，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一個關於肇慶嘅問題啦。肇慶嘅地標係乜嘢呢？好啦，關於粵港澳大灣區，暫時同大家吹住咁多。如果有講到你家鄉嘅，嗱嗱聲點分個讚，底下留言。講你嘅家鄉名出嚟啦，正所謂得閒路一路增加下知名度啊嘛。咁今期嘅問題就係廣府地區包括邊啲城市呢？邊啲地區呢？有冇你家鄉粉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中國最少筆畫嘅姓氏有邊啲呢？姓一咯，要1、2、3、4就簡單啦。我話姓粵一筆過啊，不過叫粵乜嘢好呢？要粵本丁啦。姓占卜嘅噃，兩筆也不多啊，在廣西、在廣東、湛江、增城好多的喎。不過姓卜叫卜什麼好呢？唔係講笑嘅，一姓雖然好少見到，不過又真實存在喎。喺全國大概有1424人係姓一嘅，主要分布喺山東嘅德州市、江蘇嘅昆山市、河南嘅南陽市、安徽嘅淮南市、山西嘅晉城市都有姓一嘅人。咁一姓係點嚟嘅呢？嗱，最早係嚟自南北朝時期，喺嗰個時候就已經有一姓噶啦，係出自鮮卑族嘅粵佛氏。咁粵佛氏後嚟多數改為劉氏。但係亦都有人改為諧音相近嘅一姓或者係粵姓。亦都有個講法係話起源於商王朝嘅締造者湯治天粵，咁後世人就將粵姓改為諧音相近嘅一姓啦。所以喺呢度可以睇得出，其實粵姓同一姓係同宗同源嚟嘅。
咁所以呢個乙姓同一姓都係中國最少筆畫嘅姓氏。嗱，根據2019年嘅統計，咁乙姓喺全國大約唔到20萬人口，喺新版嘅百家姓裏面係排名282位嘅。咁姓乙嘅人喺邊度分佈最多呢？喺北京、上海、山東、山西、江蘇、福建同埋廣東、廣西等地都有姓乙嘅人。唔知你有冇聽過或者遇過呢？喺歷史上都有唔少姓乙嘅名人嘅，例如話喺漢代有位乙英、乙世，仲有宋代嘅名人乙太道啊等等。其實姓一同姓乙都幾好啊，又簡單又易寫又容易記，唔使驚同人哋撞名啦，係咪？咁你話如果姓一姓乙嘅話，又有啲咩好聽嘅名呢？留言話我知啦。咁講完最少就講最多啦。中國最多筆畫嘅姓氏又有邊啲呢？你估下？姓魏、姓戴17畫喎，夠多未？我就覺得姓苗、姓洪14畫都多啊。父姓就夠多啦，廣西廣東好多慕容的嘛，慕容24筆，諸葛22筆，夠多冇呢？呢啲都唔算啊，有一個姓氏就算係複姓打孖上都唔夠佢筆畫多，就係呢一個姓氏啦。寫出嚟10個有9個都唔識得讀。普通話讀川，粵語讀串。串字一共有30個筆畫，唔好話寫啊，就算叫你讀住抄，可能都會抄錯。但係呢個字係好有意思，如果你明白咗佢嘅意思之後，你就會好容易記到佢呢個字嘅讀音噶啦。咁睇翻呢個串字，其實係個會意字嚟嘅，古字形就好似一對手喺度捧住個缽，中間就好似一個灶頭。所以串字嘅本意係指古人喺度生火煮飯嘅場景。咁同得個串字有關嘅，大多數都係同煮嘢有關。譬如話古人講嘅串室，其實相當於我哋依家講嘅廚房或者讀廚房。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叫廚房叫做下間。古人講嘅串鑊，其實就係相當於我哋煮飯嗰隻煲嗰隻鑊。呢一個就係古人對串字嘅釋義啦，所以古人造字係好有意思嘅，就算好多筆畫都好，唔係亂嚟嘅。咁大家都知啦，古時候萬物皆可作為姓氏，有以地為氏，有以官職稱謂作為姓氏，有以職稱作為姓氏。咁如果祖先係識得占卜嘅，就以個卜作為姓氏；如果祖先強項係煮嘢嘅，就以呢個串作為姓氏。所以串姓嘅起源有句講法，話係同祖先識得煮嘢有關嘅。話說係出自周王朝時期嘅官職叫做串官，係專門幫皇室煮一啲美食嘅，亦都叫做灶官，咁俗稱火頭官。咁佢嘅後人就以官職稱為串官嘅串作為姓氏啦。呢個串姓嘅起源係咁講嘅，話喺晉代嘅時候，串姓係一個大姓嚟嘅。當時候喺雲南、貴州、四川呢3個地方係好多姓串嘅人。咁後嚟到咗明末清初時期，咁其他民族越嚟越多，串姓嘅人口亦都逐漸減少啦。而另外一個版本係話喺古時候，串姓嘅祖先因為捉賊有功，所以被分配到雲南一個叫做串嘅地方。佢哋為咗咁同當地人拉近距離啊嘛，所以就將自己嘅姓氏改成串啦。所以喺當時嚟講，呢個串姓族人喺當地其實都幾有勢力嘅。但係一直到唐代，串姓族人同唐王朝玩對抗，咁唐玄宗就派兵去剿滅佢哋啦。導致部分嘅串姓族人逃到深山野嶺去隱姓埋名，咁亦都有啲為咗避難，乾脆改姓。所以從雲南嘅串姓一夜之間衰落就係咁解啦。到咗現代，有啲串氏族人都係因為筆畫實在係太多啦，所以改成意思差唔多嘅崔姓，又或者係其他嘅姓氏。咁所以大家咁少見到呢個姓氏就係咁解咯。不過少還少，其實都有嘅。根據統計，喺全國嘅串姓唔超過1萬人，咁大多數都係彝族嘅。喺山東濟南嘅商河縣就有條串家村，615人都係姓串嘅。仲有雲南嘅曲靖市麒麟區，咁陝西嘅華陰市有個串家村，河北嘅廊坊市，仲有我哋嘅廣西同埋江西老表都有串姓人口嘅分佈。唔知你有冇見過或者聽過呢？咁睇翻喺歷史上其實都有唔少姓串嘅人物，例如話喺三國嘅串侄，喺東晉時期有位人物叫做串龍顏啊等等。現代亦都有一位姓串嘅小朋友，因為個名實在係太多筆畫，太難寫啦，寫到喊晒口，所以上咗熱搜。佢全名就叫做串義熙，加埋我都唔知幾多筆畫啦，反正就好複雜。寫完其他同學仔都交卷啦，難怪喊晒口啦，俾着我都喊啦。你又幫佢改下啦，咁姓串嘅又叫做咩名？好聽又簡單又易寫又容易記呢？幫下佢咯。阿婆呢個字點讀呢？
直字咧，咁加多2個直咧，有咩姐咩有人正直嘅話，最多筆畫姓氏嘅第2位就係佢啦。嗱，3個直，普通話讀粗，粵語讀速。嗱，速字一共有24筆嘅，咁對比起第1位呢一個字易記，容易寫好多。咁速字係個會意詞嚟嘅，嗱，1個直都夠晒直啦，咁3個直就更加直啦。嗱，所以速字嘅本意係指直立嘅意思，例如話速速係指高聳嘅樣子，即係同曲相反。咁至於呢個速姓係嚟自鮮卑族嘅，係出自16國志南北朝時期北魏直勤官爵，係屬於以爵位嘅稱號為是。嗱，古時候直同速2個字係相通嘅，例如喺北魏王朝有個專稱叫做速勤，咁亦都可以寫作直勤。咁至於嘅就係北魏宗室嘅直係親屬，但係要注意嘅就係3個直呢個速字，咁如果用作姓氏嘅時候就唔好讀速，係讀直咯。所以話直姓同埋呢一個直姓其實係同宗同源嚟嘅。至於直姓人口總數，依家已經查唔到啦，有可能改成單一個直字，亦都有可能係改成木字邊呢個直姓。咁至於木字邊呢個直姓喺廣東廣西邊度最多呢？留言話俾我知咯。咁至於第3位就係足字下面有個格，其實呢個字筆畫唔多嘅，得22筆嘅啫，但係好少見到。普通話讀于，粵語讀玉。玉字即係賣嘅意思。睇翻呢個玉字嘅古字形，下面個格就好似煮嘢嘅架撐，咁個足字中間有個米字就好似個煲。2個公字就代表煮緊嘢食嗰啲蒸氣喺度揮發，熱氣騰騰咁嘅樣。所以呢個玉字嘅本意係足，亦都係足字嘅古字，但係後嚟本意就消失咗啦，演變成為賣字嘅意思。譬如有個成語叫做賣玉玉官，係指嗰啲貪污受賄、徇私枉法嘅人。又譬如話玉爵，係指出賣官職嘅人。用得呢個玉字嘅都係一啲唔好嘅詞彙。咁呢個玉字亦都可以用作姓氏嘅，係出自米姓，係嚟自周文王司玉紅之後。楚文王時有位大夫叫做玉權，而第二個講法係出自此姓夏禹之後裔。聽講喺佛山南海有呢個姓，唔知係咪咧吓？你有冇見過呢？大多數姓氏都係從幾千年傳落嚟嘅。中國5600幾個姓氏，唔同嘅姓氏，唔同嘅歷史過程，同姓唔一定係同源，異姓都有可能係同宗。咁今期嘅問題係你貴姓啊？你姓氏嘅代表人物又係邊位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